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哦。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我想可能比吃饭睡觉还要贴近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主题，就是拖延症。为了把这件事彻底搞懂我们得先来认识一位自称是拖延大师的鬼才，他叫做 Tim Urban。各位可以看一下荧幕上这句话，他说：“我必须在72小时内写完90页的论文，而且连续熬了2个通宵。”这是在讲他大学毕业论文的真实经历。你想想看，一份应该要花1整年去研究去写的报告，他老兄就是一天拖过一天，拖到距离死线只剩下3天的时候，他的电脑里论文档案还是一个空白的 Word 档。那结果呢？他把自己关起来，3天内几乎没睡觉，像一台疯狂的印表机一样，把90页的内容给喷出来。他说论文品质当然是惨不忍睹了，但他居然真的在死线前完成了，这就非常奇怪了，对吧？他是怎么办到的？这也让我们不禁去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会这样运作啊？明明知道有很重要、很紧急的事情等着我们，但我们的身体就是不听使唤，非得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才肯启动那个所谓的工作模式。这种感觉，我想你一定懂，真的超糟的，对吧？你可能一边滑着手机，看着废片，但心里同时充满了满满的罪恶感。那个压力甚至比你直接卷起袖子去工作还要大。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我们天生就比较懒惰，意志力比较薄弱吗？还是说我们这些拖延症患者的大脑构造真的跟那些做事井井有条的人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样？为了解答这个问题Tim Urban 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天才的比喻，这也是今天整个分享最核心的概念。他认为我们拖延者的大脑跟一般人的大脑里面的成员配置不太一样。他把我们脑中那些互相拉扯的力量拟人化成几个非常生动的角色。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住在我们拖延者大脑里的这几位船员吧。好，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大脑的舰长，我们叫他理性决策者。你可以想象他就是你心中那个成熟有远见的大人，他会看着长远的未来，规划对人生有意义的目标，他想要我们去做所有合理的事情。他会说，嘿，下个月那个重要提案，我们现在就该开始准备了，这样才有充裕的时间。听起来很棒，对吧？但问题来了，在我们拖延者的大脑里，还有另外一位不请自来的成员，就是这只及时行乐魔。这只猴子的世界观非常非常的单纯，他的脑袋里没有过去的记忆，也没有未来的概念，他只活在当下。他的人生哲学也只有2个字：简单好玩。只要一件事不简单不好玩，他就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当理性决策者说，来，我们开始工作吧，猴子就会一把抢过方向盘说，不要，我们去看看 YouTube 上有什么新影片比较好玩。那你猜，通常是谁会赢？我想答案应该很明显了，对吧？当这只猴子成功抢走你大脑的方向盘时，会发生什么事？这个场景你一定不陌生。你本来打开电脑，准备要回复一封非常重要的工作邮件，但猴子突然说，我忽然很好奇，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我们先查一下维基百科好了。然后你就陷进去了。查完月球，你又看到一个关于黑洞的连结，点进去之后，你发现自己竟然花了3个小时在研究关于90年代美国花式滑冰选手南希·克里根的丑闻。看完维基百科，猴子又会说，我们去冰箱前面站一下好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东西自己长出来。但你明明15分钟前才刚去看过。这就是及时行乐猴掌控你大脑时的日常，一个由无数个分心所组成的无底漩涡。重点来了，当猴子掌控一切，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些简单又好玩的事情上时，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你以为是快乐天堂吗？其实完全不是。Tim Urban 给了这个地方一个非常贴切，甚至是有点惊悚的名字，叫做暗黑游乐场。什么是暗黑游乐场？它的定义是在不该享乐的时候所进行的休闲活动。各位，关键就在于不该这2个字。你看
追剧、打电动、滑社群媒体，这些事情本身都没有错。但如果你是在应该要准备考试、赶报告、处理正事的时候做这些事，那这些休闲的本质就完全变了。它不再是奖励，而是一种逃避。这就像是你翘课跑去网咖打电动，虽然表面上你是在玩，但你的心里其实是七上八下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那个乐趣。为什么这里的玩乐一点都不好玩？因为这种快乐是不劳而获的快乐。当你在暗黑游乐场里追剧的时候，你的大脑深处其实非常清楚，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所以，这个游乐场的空气中弥漫的不是放松的氛围，而是满满的罪恶感、对未来的恐惧、挥之不去的焦虑，甚至还有对自己的厌恶。你一边看着影片，心里一边会有个声音在骂自己：你这个废物，怎么还不去工作？这就是拖延最吊诡的地方。我们为了逃避工作带来的痛苦，结果却让自己陷入一种更深层、更长久的痛苦之中。这种感觉真的比直接去工作还要折磨人，对吧？讲到这里，你心里一定会有个大问号。如果这只猴子这么强大，总是能轻易地抢走方向盘，那我们这些拖延者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我们的报告是怎么交出去的？考试是怎么过的？我们又是怎么顺利毕业找到工作的？如果猴子永远都在玩，照理说啊，我们应该会一事无成，人生早就毁了才对啊，这不是很矛盾吗？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矛盾的解答就在我们拖延者大脑里的第3位，也是最关键的一位成员。他可以说是我们拖延者的守护天使，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像英雄一样现身来拯救我们。他的名字叫做恐慌怪兽。这只恐慌怪兽平常都在沉睡，他对几个月后、几个礼拜后的死线完全没兴趣。但是，当一个截止日期逼近到非常非常危险的程度，比方说明天早上就要交报告，或者当你意识到有公开出糗、搞砸事业的巨大风险时，他就会轰的一声突然惊醒。而重点是，恐慌怪兽是整座大脑里面唯一能够让及时行乐后感到恐惧的东西。所以，请看这个流程图，整个系统是这样运作的：第一步，猴子在暗黑游乐场里面鬼混；第二步，死线越来越近；第三步，恐慌怪兽醒了，他开始对着猴子大吼大叫；第四步，猴子看到他，吓得屁滚尿流，立刻尖叫着爬到树上躲起来。然后，也是最关键的第5步，理性决策者终于能够夺回方向盘，开始进入疯狂赶工的状态。这整个系统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像 Tim Urban 这样的人，可以2个礼拜写不出报告的第一个字，却能在最后72小时内爆发出惊人的效率，写完90页的内容。这套由猴子、理性决策者和恐慌怪兽组成的系统，虽然过程非常丑陋，压力极大，但老实说，只要这个任务有明确的截止日期，它最终是会运作的。这就是我们虽然一路拖，但最后还是能过关的原因。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反正事情最后都能完成嘛。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太天真了，因为拖延症真正可怕的地方才正要开始。接下来这个观念可以说是今天最重要的核心。如果你觉得刚刚讲的那些就已经是拖延症的全部了，那你就错了。事实上，我们刚刚讨论的那种被时线追着跑的拖延，都还只是小问题。真正会慢慢侵蚀我们的人生，毁掉我们梦想的，是另外一种更隐蔽、更危险的拖延。Tim Urban 指出，拖延症其实可以分成2种。第一种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短期拖延，它的特征就是有截止日期。因为有死线，所以恐慌怪兽最终会被唤醒来收拾残局。它的后果虽然痛苦，但通常是可控制的短期的压力。但第2种才是真正的大魔王，我们称之为长期拖延。它最关键的特征就是它没有截止日期。既然没有死线，那代表什么？代表恐慌怪兽永远都不会醒来，没有人会来拯救你。这种拖延的后果就不再是短期的压力，而是长期的不快乐以及一辈子的遗憾。这种遗憾不是考试考差了那种可以弥补的，而是在你年老时回顾一生，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为梦想活过的那种锥心刺骨的遗憾。那哪些事情是属于这种没有实现的长期拖延呢？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例如，你想创业，
但你今天不开始，没有人会开除你；明天不开始，也不会有客户来催你，因为它没有实现。你想学一种乐器或一种新的语言，但你这个礼拜没练习，世界也不会毁灭，因为它也没有实现。你想开始运动，照顾自己的健康，但体重的增加、健康的恶化都是渐进的，它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警报，因为它没有实现。还有，维系你跟家人、朋友的关系，或者离开一段不健康的感情，这些事情都没有截止日期。你想追求艺术梦想，写一本你构思已久的书，画一幅画，这些事情你永远可以告诉自己，没关系，我明天再开始。当我们在这些重要但没有实现的事情上一再拖延时，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引言真的说得太好了。长期的拖延让他们感觉自己像是人生的观众。你明明是自己生命的主角，却感觉自己只是坐在观众席，看着自己的理想、梦想以及更美好的可能性一幕一幕的从眼前飘过。你不是无法实现梦想哦，你甚至连开始追逐梦想的那一步都踏不出去。你会感觉生命好像在自动驾驶，时间一天天过去，但你只是被动的在经历，而不是主动的在创造。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是在说那些很没自制力的人啦。我工作效率很高，从不拖延。但 Tim Urban 在研究了上千封读者来信之后，得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其实没有人不是拖延者。他说，所谓不拖延的人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拖延症的真正定义不是看你在有死线的工作上表现得如何，而是看你在没有死线的事情上拖延了什么。所以，一个在公司里使命必达、老板眼中最可靠的超级员工，跟一个在家里沙发上追剧一整天的大学生，在本质上可能都是拖延者。他们拖延的只是不同的事情而已。那个超级员工可能拖延着打一通电话关心他的父母，拖延着去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拖延着开始写那本他说了5年的小说。所以你看，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人性课题。那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恐慌怪兽在这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永远叫不醒，我们是不是就注定要在这种长期的无声的拖延中度过一生？Tim Urban 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我觉得非常震撼的视觉化工具，来帮助我们唤醒内心的警觉。4680，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这是一个假设你能活到90岁，你一生中所拥有的总周数，4680个礼拜，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但当你把它视觉化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 Tim Urban 所说的人生周历。你可以想象一张大大的海报，上面有4680个小小的空格，每一个空格就代表你生命中的一个礼拜。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没有实现的人生创造出一个终极的实现。它在视觉上赤裸裸地提醒我们，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算一下你今年几岁，你已经用掉了多少个格子，再看看剩下的空白格子，是不是突然有种紧迫感了？那些你一直说有空在做的事情，你到底要把它们放进哪一个格子里？这就是一个温和版的恐慌怪兽，它不是对你大吼大叫，而是安静地提醒你，时间正在一周一周的流逝。所以看到这张图，我希望我们都能很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不是听过就算了，你可以按下暂停键，花30秒钟，真诚地问自己，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但却一直没有开始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个让你午夜梦回时会感到一丝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是那个你一直想学的技能吗？是那段你一直想修补的关系吗？还是那个你一直想追求却迟迟不敢开始的梦想？这些正是及时行乐猴最喜欢让我们拖延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整个分析的最终结论是什么？重点不是要消灭我们内心的那只猴子，因为它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永远都会在。所以我们与猴子的关系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更像是一辈子的共舞。我们要学习如何引导它，而不是被它拖着走。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觉察，我们要时时刻刻意识到它的存在，意识到它什么时候又悄悄地抢走了方向盘，把我们带往暗黑游乐场。我们要成为自己生命之船的船长，
而猴子可以是那个在瞭望台帮我们发现新大陆的伙伴，而不是在船舱里捣乱的乘客。这是一件需要刻意练习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功课。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的大脑里住着一个理性决策者和一只及时行乐猴。当猴子掌权时，我们会进入一个充满罪恶感的暗黑游乐场。第二，能制服猴子的只有恐慌怪兽，但它只在有明确实现时才会出现。这导致了拖延症最危险的形式，在那些没有实现的人生重要事项上的长期拖延。第三，解决之道不在于消灭猴子，而在于时刻觉察它的存在，并利用像人生周历这样的工具为自己创造紧迫感，提醒自己时间的有限，进而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